你的出生年月日就一定代表命主本人吗？命运之谜，为何相同的出生年月日的人会有不同的命运？我们今天来谈一个在论命时最基本的观念问题，那就是定盘。定盘大家可能都有听过，但定盘到底是什么？这一集我们就来告诉大家。平常在上课的时候，最常听到同学说：“老师，我的命盘长得跟某某人一样，他那么有钱，我以后也应该很有钱吧？”或是“老师，我看到某一张命盘发生了很可怕的事件，我的命盘跟他很像，我会跟他一样发生不测吗？”要解释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八字。八字，我们都知道斗数命盘的输入条件是根据一个人的八字决定的。八字就是每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，这是组独立的资料。每一组资料中又是由两个字组合，一个是天干，一个是地支，所以这四组加起来也称作八字。把这四组资料分别填入紫微斗数的命盘之后，就会得到了一张专属于我们自己的命盘。那么我们用科学的角度来思考一下，根据资料显示，全球每分钟大约有246人出生。若以一个时辰是2小时来算的话，这2小时的区间，全球就会有29520个人诞生。其中有的是男生，有的是女生，以及双胞胎、三胞胎等等。如此一来，想要得到一张完全属于自己的命盘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即使排除万难，真的让我们找到了一张自己专属的命盘，全世界也只有这张命盘就属于我的好了。那只要时间快转60年之后，还是会有一个人拿到一张与你相同的命盘，然后跟你的命运也大为不同。那么明明是同样的命盘，却有不同的人生际遇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共盘的设计逻辑，简单的说，古人在一开始设计命盘时，本来就是采用某种形式的共盘来思考的。这种想法非常的聪明，优点是以简驭繁，很方便学习，也是我们常说的斗数易学而难精。缺点是命盘资讯过于简化，需要更多的命理基础的背景，才能完美的诠释正确的内容。这样的过程像是电脑程式中的编码与解码的概念。有了这样的逻辑之后，也才能够透过一套解压缩的推理逻辑来帮助我们理解命盘。古人发现，在同一时辰里面的一群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特质或是限制，然而这样的限制也可以根据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而有所不同。以结果来说，世上是不可能有绝对的好命跟不好的命运存在的，因此这一切都是相对的。既然大家对命盘都是某种程度的共盘来说，也代表着里面指向的现象是大家共有的现象。那么使用这个工具来讨论人的一生，不就是会错误百出吗？此时我们就要讨论到今天的另一个重点，定盘。为什么要定盘？定盘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来论命的人拿出这张命盘是正确的。什么是正确的呢？人对了，时间也对了，命盘的现象与本人的生活环境或是经验有着高度的相关性，这样我们才能继续往下讨论，最终走到了趋吉避凶的道路上来。当然，定盘的阶段很考验着每个命理师的经验，尤其是对于基本象意的理解程度。命盘像是中医的望闻问切一般，在论命的过程中，需要重新的比对命主的人生轨迹，来找出其中与命盘的相对应性。
进而判别这张命盘的时间是否正确，而推理出后面的事件来。绝非是只要一拿到一张命盘就开始天马行空、滔滔不绝的从头讲到尾。既不知来者的背景，那又如何预测来者的未来呢？朱元璋的故事，在这里Simon老师分享了一个有关供盘的小故事吧。相传太祖高皇帝以定天下，木有以己同入命者，得江阴一人，招至，欲杀之，即见，一睚首耳，问何以为生？曰：为养蜂13龙，取其穗而自己。大主笑曰：朕以13布政司为龙蜂乎？遂后世前还。五杂处卷6人部2。根据五杂处的记载，五杂处是明代朱权所著的一部百科全书，成书于明成祖弘治年间，一共有5卷。五杂处也是研究明代社会文化经济方面的重要史料之一，收录了朱元璋相信天命的一个小故事。里面有篇故事说到，明太祖朱元璋非常相信入命之说，相信自己的命运是由生辰八字所决定的。当朱元璋称帝之后，便时常派人暗访民间，寻找跟自己生辰相同的人，以防范后患。最终在江阴的地方找到了一个生辰与自己相同的普通的老头。朱元璋对这位老人心生好奇，亲自与他闲聊。那老人呢，就告诉朱元璋，他养了13笼的蜜蜂，而且以出售蜜蜂为生。这时候朱元璋就恍然大悟，笑着说自己把布政司当作了蜂笼。他明白了，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出生的2个人，命运可以截然不同，一个是皇帝，一个是养蜂人。这个故事让朱元璋放下了杀意，也意识到入命的理论也绝非准确，并且决定放过这位老人家。他自己也了解到，人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生辰八字，还取决于个人的努力、选择还有机运。个人的选择和努力，这个故事传达给我们一个有关于供盘和定盘的深刻提醒。命运的本身并非完全由入命来决定的，这里的入命指的是各种解释命运的工具。在我们的紫微斗数来说，就是命盘。排列出来的资讯则是供盘的现象。每一个人本身的选择和努力也会对命运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。人生的差异点往往是定盘中的差异，而朱元璋从这个经验中也领悟到，不应只看重生辰八字，而应重视人的选择和努力，而这些选择和努力也就成就了今天的自己。这部分也是用来定盘的重要参考条件。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为什么同样命盘的人不会也不可能个个都是王永庆或是郭台铭的。因为同一张命盘也就是某种程度的供盘，再加上每一个生命个别的差异之后，命运自然也就大不同了。今天的节目又到了尾声，Simon老师希望每一次的影片都能够用浅显易懂的内容与大家分享，也希望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之后，能够知道命运本身只是一种框架。虽然斗数可以帮我们看出我们人生的架构，但命盘中的细节也常与我们的各种决定有关。所以不要再相信有什么是铁口直断或是宿命说的概念了。只有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命运的轨迹跟逻辑，自然也就能够趋吉避凶，那就是学习命理的最佳回报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
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也记得按赞、订阅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那么我们就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